上期讲到，负责督阅粮草的杨玄感反叛，率军攻打东都洛阳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正在出征辽东的隋炀帝杨广。隋炀帝亲自统领大军攻打辽东城，就在城池即将被攻破的关键时刻，后方却传来了杨玄感叛乱的消息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，让隋炀帝惊恐不已。对于窦建德和翟让等人的起义，他或许可以置若罔闻，但杨玄感的叛乱却让他无法忽视，因为杨玄感掌握着大军的粮草命脉，一旦粮草不济，大军将立即陷入困境。于是隋炀帝果断下令撤军。为了尽快撤离，他命令大军丢弃军营和工程器械，轻装简行，秘密撤退。高句丽的将士们正打得起劲，却突然发现隋军的军营变得异常安静，而且大批的士兵在偷偷的撤离。他们担心这是隋军的阴谋，不敢贸然追击，只是在城楼上猛敲战鼓，以壮声威。直到第二天中午，他们才派出数千人前去侦查，结果发现隋军早已人去营空，军粮和武器堆积如山，工程器械则依然摆放在原地。隋炀帝在撤退的同时，紧锣密鼓地部署着围剿杨玄感的事宜。他命令宇文述和屈突通各率一部人马，急速前往洛阳，命令陈棱率领一部人马前去攻打杨玄感的大本营黎阳。同时命令长安的代王杨佑立即派遣魏玄率军东出，解救洛阳之围。此外，由于水军将领来护尔被杨玄感诬陷为反叛，未等隋炀帝下诏，就已经率领水军扑向了洛阳。至此，隋朝的数路大军齐心协力，对杨玄感形成了围攻之势。其中最快到达前线的是长安的魏玄，他率领2万大军赶来支援。杨玄感得知后，自认为兵力占据优势，又是以逸待劳，因此并不把魏玄放在眼里，他立即率军前去迎战，两军便在洛阳城西展开了激战。战斗过程中，杨玄感假装战败，率军开始后撤，魏玄见状立即率军追击。然而等追到半路的时候，突然伏兵四起，魏玄的前军全军覆没。几天后，两军再次展开激战，一天之中交战了10余次，仍然难分胜负。就在这时，杨玄感的弟弟杨玄挺被刘建射中身亡，叛军的士气受挫，开始微微后撤。樊子盖见状，立即派兵从后面骚扰，叛军的形势危在旦夕。这时，杨玄感手握长矛冲入敌阵，身先士卒地开始厮杀。他的英勇无畏让敌军无不感到震撼，将士们甚至称其为当世项羽。接着，杨玄感让人大声呼喊：“杨玄感被俘了！杨玄感被俘了！”魏玄的将士们不明所以，慢慢地松懈了下来。杨玄感趁机发起冲锋，魏玄大败，只带领8000多人逃回了营地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从辽东战场上返回的屈突通率领大军赶到了。杨玄感连忙请教李子雄，李子雄建议说，屈突通经略兵法，一旦让他渡过黄河，胜败便不可预料，因此必须将他挡在黄河北岸。杨玄感便准备分兵前往据守黄河，但樊子盖早已料定了他们的计谋，多次派兵骚扰，使杨玄感无法及时派兵。等他们的大军到达时，屈突通的大军已经渡过了黄河，屯兵于洛阳东北。杨玄感只能兵分2路，西面抵抗魏玄，东面抵抗屈突通，同时他还要提防樊子盖的骚扰，形势变得愈发的严峻。杨玄感只能再次找来李子雄商议对策。李子雄便说，如果等到隋炀帝的其他几路大军到达后，我们必败无疑，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前往长安，占据3府之地，然后再图谋东扩。杨玄感觉得有理，便准备听从，可这是李密多次提出而被他一直否决的方案啊！现在李子雄提出后，他却采纳了。然而今时不比往日，情况早已不同，李密只能无奈地补充道，如果就此前往关中，将士们一定会以为是战败而逃，恐怕未到关中，大军就彻底溃散了，所以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借口。为今之计，只能给将士们说，陇右的统帅袁弘嗣起兵反叛了，他掌握着强大的兵马，并且邀请我们前往，只有这样才能哄骗将士们西进。于是杨玄感便用李密所说的借口瞒住将士们，率领大军向西撤退，屈突通和宇文述的大军则在后面追击。
大军到达陕县时，当地的豪强拦住杨玄感说，红龙宫里的兵力空虚，而且还有大量的粮草，很容易就能打下来。这样既可以断绝敌人的粮草，又可以占据宜阳的地盘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杨玄感觉得有理，便命令大军开始攻打红龙宫。李密得知后，被杨玄感气得哭笑不得，连忙劝谏道：“我们是哄骗着将士们西进，所以行动必须迅速，不能让他们有所察觉。何况数万大军在后面追击，怎能为了一点粮草就停下来呢？如果我们不能快速控制潼关，将退无可退，将士们必定溃败而逃。到时候你拿什么来保全自己呢？”然而杨玄感依然不肯听从，命令大军猛烈地攻打红龙宫。结果连续攻打了3天，小小的红龙宫就是攻不下来。杨玄感迫不得已，才继续率军西进。然而他耽误的这3天时间是最为宝贵的3天。当他率军到达文乡县，即今天灵宝市西北的时候，隋朝的追兵便赶了上来。杨玄感边战边退，1天之内数次战败，一直退到董渡原的时候，大军彻底崩溃了。杨玄感只带了10余名骑兵逃走了。然而隋军穷追不舍，不多时便追上了他们。杨玄感怒吼一声，将追兵吓退，然后他们继续向前逃跑。当他们逃到嘉卢树，即今天卢氏县西边的时候，只剩下了杨玄感和他的弟弟杨基善2人了。杨玄感知道大势已去，便对弟弟说：“我必将难逃一死，但不能让人杀汝，你能杀了我吗？”杨基善只能无奈地抽刀砍死了杨玄感。然后他准备自杀了事，结果自杀未遂，被后面的追兵擒获，与杨玄感的首级一起被送到了隋炀帝的行宫。隋炀帝对杨玄感恨之入骨，下令在洛阳城里将他分尸示众，暴尸3天后，又将他的尸体切成小块，然后放火焚烧。杨玄感的同党也全被斩杀，杨氏家族遭受了灭族之灾，只有杨素的孙子杨台幸存了下来。李密则在兵败之后逃入了潼关，但还是被隋军给逮捕了。此时隋炀帝已经走到了高阳县，因此他们要被送往高阳受罚。李密便对同伙说：“如果我们被送到高阳，一定会被剁成肉酱，所以必须想办法逃走。”于是众人便将大量的金银财宝拿出，对押送他们的官员说：“我们死了之后，希望你能用这些钱财将我们安葬，剩下的就全当报答你的恩情了。”押送的官员被金钱迷惑，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，对他们的防备也就逐渐松懈了下来。李密便天天请他们喝酒吃肉，每天晚上都大鱼大肉，通宵达旦。一直走到邯郸的时候，李密等人才找准时机挖穿墙壁后逃走了。那么李密是如何到达瓦岗寨并成为瓦岗寨首领的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